韩国正在消失。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最新发的文章。美国专家指出，韩国生育率再创新低。韩国国内自己的专家更是预测称，这样下去，韩国可能会在2750年直接消失。韩国生育率低，究竟低到哪种地步，让外国专家们都为之捏一把汗。这里是知识天梯。文章中提到，韩国的生育率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出生率都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通常意味着每个妇女生育 1.5 个孩子。以2021年为例，美国为 1.7， 法国为 1.8。然而，韩国早就已经在上世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而近年来这一趋势更加显著。根据2018年的研究报告指出，韩国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 0.8。更夸张的是，根据2023年第2和第3季度的官方最新数据，韩国人民的总和生育率为 0.7， 创下历史新低。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维持在这样的水平，那么每一代人中有200人，下一代人中就会减少到只有70人。韩国的人口负增长速度比17世纪黑死病时期还快，而再到下一代就会下降到25人以下。如果任其继续持续发展，小说《末日逼近》中超级流感造成的人口崩溃可能就会成为现实。韩国是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重视家庭和子孙的延续。在过去几十年里，韩国一直以其迅猛的经济增长和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而闻名。但近年来，负人口增速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焦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负人口增速。负人口增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简单来说，人口死亡和离开超过了新生儿数量，导致总人口减少。这一趋势在韩国近年来变得尤为显著。首要原因就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住房压力。在韩国，尤其是大城市，生活成本和住房开支都非常高，年轻人面临着繁重的负担。这使得许多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计划，或选择只生育一个子女。而且，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提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与生育率下降有关。随着女性追求职业和教育的机会增加，她们更倾向于推迟生育，从而减缓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韩国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地步？全世界都在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消失。根据2023年第2和第3季度的官方最新数据，韩国人民的总和生育率为 0.7， 创下历史新低。除了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有住房压力，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韩国的负人口增速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职业压力和工作生活平衡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许多职业女性面临着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困境。为了在职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可能选择推迟生育或减少生育次数。此外，长时间的工作和通勤也使得夫妻双方难以找到合适的时间来照顾孩子，严重影响了夫妻的生育意愿。而且这几年全球经济都很不景气，韩国当然也不例外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这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选择。很多年轻人感受到经济的下行压力，为了在婚姻和生育之前确保经济的基础，他们更倾向于推迟这些重要的人生决策。其中，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年轻人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许多人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对于那些计划要孩子的夫妇来说，购房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他们希望在孩子出生之前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但房价的高涨成为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经济门槛。这也导致了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和生育时更为谨慎和理性，不愿意轻率行动。所以许多韩国的年轻人会选择单身不结婚，或者暂时放缓生育计划。韩国的人口危机不仅体现在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在老龄化问题上表现得愈发明显。国际上对老龄化国家的定义是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14%， 而超过 20% 则属于超级老龄化国家。令人担忧的是，韩国在2年前的统计数据中，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 16.8%。这样的老龄化趋势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社会养老体系造成沉重压力，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和升级。其次，老年人口增多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可能降低整体经济活力。尽管韩国存在法定的退休年龄，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体系逐渐难以承受负担。超过4000万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然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目睹这样的局面，年轻人对自己将来的养老状况感到担忧，危机感逐渐增强。有些年轻人因此更加不愿意生育小孩，担心未来无法承担养育和抚养的经济责任。韩国生育率创新低，人口危机严峻，专家预测韩国正在消失。韩国政府面对出生率下降的严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补救措施和政策，试图刺激生育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挑战。在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其中包括新生儿和怀孕家庭给予生育补助和津贴，为生育的夫妇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比如给孕妇提供产前的检查费用、生育礼包和月嫂上门服务，不仅会照顾职场中的女性，提供带薪假期，还会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在社会政策方面，韩国政府积极推动工作时间的灵活化，提倡家庭友好政策。为保护婚孕产期的职场女性，政府要求企业公开男女员工在就业、晋升、薪水方面的待遇等信息，还将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以防职场性骚扰等问题。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一些购房优惠政策，希望通过改善住房条件来鼓励年轻夫妇生育。在医疗方面，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加大了对生育医疗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更多的生育健康服务和医疗保健，帮助夫妇更好的备孕和怀孕。对于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呢，韩国政府也进行了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增加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提高了领取资格的年限等。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通过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机会，减轻用人单位对老年雇员的成本压力，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劳动，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尽管韩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来应对人口问题，但近年来的人口趋势依然不容乐观。如果生育率持续下降，到了2040年，韩国14岁及以下儿童的数量将减半。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